在前面的3期，咱们聊了韩国的产业为什么这么强，韩国人为什么活得那么累，还有韩国的总统们为什么总是不得善终。如果大家把这几期连起来看，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韩国这个国家最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根本不是某一条单独的线，它不是简单的芯片强国，也不是单纯的高压社会，更不是茶余饭后那点政治八卦。韩国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呀，产业连着财阀，财阀连着总统，总统呢又连着司法、选举，连着社会情绪，一路连到韩国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那些生活压力。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就聊韩国经济最核心的那一块财阀。说的再准确一点，我们要借着三星这家公司，把韩国财阀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清楚。三星为什么不只是一家公司？为什么我说它更像是韩国经济的一套底层系统？很多人提到三星，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机、电视、冰箱、洗衣机。再懂一点的朋友呢，会想到半导体、内存、显示器、晶圆代工，还有这2年特别火的 HBM。但是你要是真去琢磨韩国的经济，你就会发现三星远远不只是个卖电子产品的品牌，它更像是韩国经济的一套操作系统。这话怎么说呢？它影响了韩国的出口，影响了韩国人的就业，影响着韩国的资本市场，甚至影响韩国在全球科技产业链里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及韩国政治和司法怎么对待财阀，三星都掺和在里头。所以这一期呢，咱们要聊的可不是小问题了。三星为什么这么赚钱？这个问题格局太小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家族企业凭什么能够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会让少数几家财阀攥着这么大的经济权力？说到底，三星王朝到底是韩国成功的原因，还是韩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的核心判断是这样的：三星的故事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长史，它还是整个韩国财阀体制的缩影。财阀让韩国变强了，但也让韩国普通人的出路变窄了。他们既是韩国经济的发动机，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天花板。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但韩国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它的强来自于高度集中，普通人的累也来自于这种高度的集权。先说一个可能会颠覆大家印象的事儿。三星最早既不是做芯片的，也不是做手机的，它一开始更像是一家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它从商贸起步，后来呢一点点的进入了食品、纺织、保险、电子、半导体、金融、建筑、重工这些领域。这条线路特别重要，因为它说明三星集团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当科技巨头的，它是跟着韩国整个国家工业化再往前进，被一步步推到它今天这个位置上的。我们想想，韩国早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缺资源、缺市场、缺资本，也没有庞大的内需，能够慢慢消化它自己制造出来的工业品。那这样的国家想要发展，只剩了一条出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韩国必须把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可是想要卖给全世界，那手里就得有能打硬仗的大企业。于是财阀这个角色就登场了。当时韩国的分工大概是这样：国家给方向，银行给资金，政策在保护，财阀呢就负责往前冲，投资、扩张、出口、抢市场。所以大家看，这压根儿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里自然生产出来的企业体系，他们更像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加上家族企业的扩张野心，两股劲儿拧在了一起，共同催化出来的结果。所以咱们今天看三星，不能光看它有多么会做手机、做内存、做屏幕，我们得往前看，它其实是韩国那套国家发展模式当中最成功的一个代表产物。韩国不是靠活得舒服熬下来的，他们也是靠着极度的组织化、极度的竞争化、极度的出口化硬熬出来的。而三星就是这套模式当中最成功的一个样本。咱们平时说三星很多时候其实说的是三星电子，但是真正的三星呢，远不止三星电子这一家，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电子、半导体、显示器、手机、家电、保险、证券、建筑、生物医药、物流，在很多领域里我们都能看到三星的影子。这就是财阀和普通公司最大的不一样。
普通公司呢，往往是把一条业务线做强做透，而三星呢，更像是一家企业帝国，它能够在集团内部随意的调动资本、人才、订单、供应链，甚至是技术路线。那这样干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有3点啊。第一，它能玩长期投入，很多高端的制造业前期砸进去海量的钱，回报周期还得特别长，普通企业啊真的扛不住，但是财阀们就能扛住。第二点，它能够逆周期投资，在行业低谷的时候，很多对手是不敢扩产的，甚至还往回收缩，但是财阀呢，只要他们钱够，有产业耐心，反而能在行业最冷的时候继续往里投钱，等到周期一反转，份额就抢到手了。第3点啊，就是他们能够内部协同，一个集团里面又有电子，又有显示器，又有半导体，又有物流，又有金融建筑，那么他们在投资、融资、建设、供应链、销售渠道的布置上面就能够在内部打配合，这就是财阀厉害的地方。当然，问题也在这儿，当一个集团大到不行，复杂到不行，还深深地嵌入了国家的经济系统当中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家单纯的企业了，它会变成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呢，三星的强也绝不是它技术强，而是资本、产业、组织加上韩国的国家战略一层层堆叠出来的那种强大。三星真正改写自己命运的那一步啊，是压住半导体。今天很多人一看到三星，看到 SK 海力士，脑子里立马就会想到内存、DRAM、NAND、HBM。但是我们回到历史当中看，韩国可不是一开始就是半导体强国，存储芯片最早是由美国企业领先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又特别猛，韩国企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后来者。那么后来者要怎么追呢？靠的可不是爆款广告，也不是漂亮的营销方案，他们得靠非常重的投入、非常长的周期、非常强的组织能力，以及对行业低谷死扛到底的承受能力。我们要知道啊，存储芯片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行业，他们的周期性特别强，价格涨的时候，所有人一起赚钱，价格一跌，整个行业一起哭。而且这个行业的资本开支还特别重，建厂、买设备、研发工艺、提升良率，每一步都贵得吓人。他们的技术迭代还特别快，今天你领先，明天呢可能就被其他人追上了。而且这个行业还极其考验规模，没有规模，成本就摊不薄，没有成本优势，你就别想穿越周期。所以这个行业天生就适合巨头，特别是那种能够长期烧钱、长期搞研发，还能长期硬扛波动的大集团。你发现没有？这一点正好跟韩国的财阀模式严丝合缝的对上了。所以说呢，三星不是靠某一次的灵光乍现赢的，三星是靠长期下注、反复扩产，一次次熬过行业低谷，最后人家赢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天 AI 时代把半导体周期重新点着之后，韩国又一下子回到了牌桌的中央。因为 AI 要的可不只是 GPU 了， AI 还需要大量的 DRAM、NAND、HBM， 尤其是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现在已经是 AI 算力系统里面特别关键的一环了。过去大家看 AI 眼睛全盯着英伟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反应过来了， AI 工厂这场仗不只是算力的战争，还是存储的战争。而存储呢，恰恰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长期压重注的地方。好，现在呢，咱们进入这期视频核心的部分，为什么我叫它三星王朝？你看呀，三星旗下很多核心公司呢都是上市公司，按道理说上市公司呢是属于全体股东的，那么就得按现代公司治理的那套规则来跑。但是韩国财阀的特殊就在这儿，家族不一定要持有全部股份，照样能够通过一套复杂的股权链条和集团的治理结构，牢牢地攥着对整个企业集团的控制权。这里面就有3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呢就是交叉持股，第二个呢集团控制，第三呢继承安排。听着有点技术，对吧？那我给大家打一个特别简单的比方，三星王朝不是说一个人手里面攥着整个帝国的控制权，它更像是你手里面拿着一串钥匙，控制着一串门，每一扇门的背后呢又连着下一扇门。换句话说家族根本不需要直接拥有每一家公司的绝对大多数股份，他只要卡住几个关键的节点，就能够靠着股权链条、董事会安排，还有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把整个集团的走向给影响了。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特殊的结构，少数家族股权控制住巨大的企业集团。
巨大的企业集团呢，又攥着国家的产业命脉，而国家的产业命脉反过头来又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和司法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财阀问题这么复杂，它也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有钱人家很有钱的故事，它是韩国的现代资本市场、家族继承、国家产业政策，再加上政治权力几股力量交叉缠绕在一起的那么一块地带。讲三星王朝绕不开李氏家族，但是我不想把这一段讲成那种豪门八卦，咱们要做的是把这3代人放回到韩国经济史里面去看。第一代李秉哲从一家商业公司打下财阀的地基，李秉哲是三星的创始人，他代表的是韩国财阀的第一代。这一代人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2个字：生存。韩战之后，国家很穷，资源很少，市场很小，那么企业想活下来，就必须死死的跟国家的发展方向绑在一起。李秉哲从做贸易起家，在韩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不断的踩准国家政策的方向，一点点的把三星带进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当中。所以第一代人的生存关键词是生存，是扩张。那么第2代呢，李健熙从一家韩国企业变成了一家世界级的企业。李健熙是三星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关键的那个人，他推动了三星从拼数量转向了品质革命，从低端制造往全球品牌的方向走。你知道很多亚洲企业的通病是什么？能做大，但是做不强；能生产，但是没有品牌；能给人代工，但是缺少全球定价的能力。而李健熙真正带领三星集团完成的，正是从一个大公司跃迁成一个全球品牌的过程。三星电子、半导体、显示器、手机这些业务都是在它这个阶段走到了全球舞台的中心。所以第2代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是品牌化。第3代呢，就是李在镕，继承者真正要面对的是合法性的问题。李在镕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他继承到的不再是那个只要高速增长就能够盖住大部分矛盾的韩国，他面对的是一个财阀正在被广泛的质疑，社会高度撕裂，全球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半导体周期还在剧烈晃动的韩国。所以呢，他的难题不是简单的把公司继续变大就行，而是怎么在全球科技竞争、家族控制、公众质疑、司法风险，还有治理改革这一堆压力之间，把三星的竞争力给守住。如果我们把这3代人的变迁历史看清楚了，第1代人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第2代人解决的是全球化问题，第3代人面对的是合法化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讲韩国总统为什么总是绕不开财阀。很简单，财阀势力太大了，而且在财阀里头三星又是那个大的离谱的那个。三星影响了韩国的出口，影响了就业，影响了他们的资本市场，影响了韩国在全球产业链里的位置，甚至连国民对经济前景有没有信心，它都在影响着。那么任何一任韩国总统都没有办法假装三星集团不存在。可是问题来了，总统在面对三星的时候，天然陷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当中。一方面，他需要三星继续投资、继续出口、继续帮韩国守住在全球产业链里的位置，但是另外一方面，总统必须向民众证明，我可没有被财阀给控制了，我不是在替几个少数大企业打工。这就是韩国总统和财阀之间最微妙的关系。离财阀太远，经济增长推不动；离财阀太近，又会被骂政商勾结。所以三星跟政府之间根本不是简单的谁控制谁，他们像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又相互防着对方的关系。三星越强，韩国政府就越离不开它，而韩国政府越离不开它，那么三星就越不再只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国家治理的难题。对于韩国的普通人来说，三星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是韩国人的骄傲，它代表着韩国制造、韩国技术、韩国品牌，代表着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那个位置。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能诞生出三星这样的大企业，这本身是巨大的国家成就。可是另外一方面，三星也代表着一道窄门。在韩国，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挤进三星、现代、SK、LG 这样的大企业，那么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一条稳定体面的轨道。可是如果挤不进去呢？那种落差是实打实的能感受到的。这就是咱们之前讲到的，韩国是一个漏斗型社会，名校大企业、高收入、体面生活，全被压缩成了一条特别窄的上升通道。
所以韩国年轻人呢，不是说他们不崇拜财阀，恰恰相反，很多人挤破头也想进去，但是他们心里也门儿清啊，这套财阀体系让整个韩国社会的好机会都过度的集中了。财阀是很多韩国年轻人的梦想，但同时也是很多人的天花板。三星确实创造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岗位，可是韩国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挤进三星。当一个社会把成功这条路过度的绑死在少数几个大公司的身上，那么普通人的那种焦虑自然就被放大了。三星这样的财阀，为什么一旦发生了继承、合并、治理上的争议，就立马会变成一桩全国性的大事儿？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只是李氏家族自己的公司了，韩国普通人的养老金、整个韩国资本市场，还有各路投资机构，都可能通过持股和投票权参与到三星的治理当中。所以呢，当三星搞继承安排、搞合并、搞控制权变更的时候，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他们家族内部的利益了，里面还可能牵扯到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以及韩国的国民年金。这就是三星治理的真正复杂之处。你看呀，家族想要继承控制权，企业呢要保持竞争力，而投资者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又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可是社会呢又在要求财阀改革。这几个目标根本对不起。那么所以三星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治理问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韩国国家治理的难题。当一家企业大到能够影响养老金、影响股市、就业、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再是企业自己内部的事儿了。曾经啊，好多韩国总统都喊过要改革财阀，好多韩国老百姓也确实对财阀的特权是一肚子不满。那为什么财阀改革总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推行下去呢？因为财阀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东西，它身上同时背负着好几个功能。首先，它是韩国的出口机器；其次，它是产业升级的机器；第三，它是高质量就业的主要来源；第四，它是韩国在全球竞争当中能够派出去的国家队；第五，它还是资本市场的一根重要的支柱。所以，韩国的财阀改革本身就会创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你改得太轻了吧，社会没有觉得你动真格，你是在糊弄人，但是如果你改得太重，很可能会对韩国自己的经济伤筋动骨。不是没有人想过要改革财阀，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拼命的护着财阀的特权，可是韩国要改革的对象本身就是韩国最重要的国家增长机器。所以韩国真正的问题呢，就在于当一个国家太依赖财阀的时候，那么财阀们就会从经济的工具变成一种制度的约束。说到这儿，咱们得给它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了。我们先来看三星给韩国经济带来的好处，非常的明显，它帮助韩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带动了韩国的出口和科技的竞争，它创造了大量的高质量就业，还打出了世界级的品牌。它让韩国在半导体、显示器、智能手机这些领域拥有了世界级的存在感。它还让一个国土不大、资源不多的国家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溢价的位置。但是三星带来的问题也同样明显。首先，财富和机会高度集中了；其次，家族控制和现代公司治理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第三，政商关系复杂；第四，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变窄了；第五，整个国家对抗少数几个财阀巨头产生了路径依赖。所以我们没法简单的说三星是好还是坏，三星王朝不是韩国经济当中的一个例外，恰恰相反，它是韩国经济模式最集中的那个体现。最后呢，咱们回到这一期最核心的问题，三星到底是韩国的答案还是韩国的问题？我的看法，它两者都是。三星当然是韩国的答案，没有它这样的大企业，韩国就很难在全球半导体、智能手机、显示器、电子、高端制造这些领域占到今天的位置。要是没有三星，韩国经济在全球的能见度会低很多，它在全球科技产业链里的分量也会弱很多。但是三星呢，也确实是韩国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太依赖少数几个财阀，那么就会反复撞上同一个矛盾。国家需要他们变强，社会又怕他们太强，普通人一边羡慕着他们，一边又害怕他们挡住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这就是三星王朝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它讲的不是一个家族有多么传奇，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小国家是怎么样靠着集中精力办大事，硬是打进了全球产业链最核心的位置。同时，它也让我们看见，当力量过度集中之后，一个国家又要为此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所以说，三星呢不是韩国经济的全部，但是我们要是看不懂三星，就很难真正看懂韩国。看懂世界，放对资产，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